大婚当天，我钻狗洞成了全城笑柄。新婚之夜，妻子为了白月光，还把我溺死在蛇影。我重生在皇上赐婚前。上一世，我从死人堆里救下女将军沈楚心，我对她一见钟情，寸步不离，给她治病。待她大战凯旋而归，皇上将她赐婚于我，我满心欢喜，臣愿与沈将军长相厮守。可我不知沈楚心早有爱慕之人。新婚当天，她的白月光悬梁自尽，她因嫁我没有赶得上见白月光最后一面，看着白月光的尸体，她什么都没说，只在洞房花烛夜将我溺死在池水里。临死前，她满眼艳意。宋怀，你有什么资格成为我的夫君？你不过是个太医院的大夫，位分低下，光是见到你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季玄死了，你也没资格活下去。在睁眼，我来到皇上赐婚当天，这一次我跪在地上。皇上，臣非尚书小姐不娶。沈楚心今日回京，择日便可成婚，你真不选她？皇上难免诧异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对沈楚心无比情深。当年传出沈楚心战死沙场，我一手无寸铁的御医骑上烈马，奔赴战场，将奄奄一息的沈楚心从死人堆里翻出来。为救活沈楚心，我贴身照顾，寸步不离。他吞不下药，是我一口一口渡过去，才终于捡回沈楚心一条命。所有人都认定我与沈楚心情比金坚，会有个好结果。上一世的我也是这么认为，换来的却是沈楚心记恨重活一次，我惊醒了。如今沈将军战功赫赫，臣没资格再陪在他身边。他适合更好的臣，生性安定，只想拥有平凡的生活。尚书小姐是我心中良选，望皇上成全。段瑶他人虽不错，但常年卧床，久病未愈，怕不是你的良人。我闻言轻笑，他会是的。上一世我被沈楚心溺死在池塘，借口我染上重疾，草草将我火化。当时无一人赶来，除了重病的段瑶，他脸上无悲无痛，只简单给我烧了纸。可我却看到他在无人之地咳出血水，手上紧紧握住我的玉佩。之后他便支撑不住，撒手人寰。我看着他的婢女哭着将属于我的画像烧给他，我才知他心系于我，只碍于身体原因不想耽误我。重活一次，我愿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出了宫外，一辆马车停在眼前，还未反应，沈楚心将我扯上来，甩在榻上。宋怀，皇上今日赐婚，你若是敢选我，我必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话放在这里，你一御医没资格让我嫁给你。别以为救了我的命，你就可以痴心妄想。你这般毁人名声的男人，我不要。毁人名声，我不过是爱慕于他，在他卧病在床，寸步不离的照顾他。现在他好了，倒成了我毁他名节。看着女人眼里浓烈的厌恶，我抚平皱起的衣襟，平静地说：沈将军误会了，皇上虽赐婚，但这赐婚与沈将军无关，与我无关。沈楚心嗤笑，如今人们到处传言你是我夫君，除了我，你还能娶谁？原来他也知道贴身照顾他的我，被众人众说纷纭，说我小人手段名不正言不顺，高官家的女儿都离我远远的。我沉默片刻，准备告知仆人文从，慌忙拍着马车叫我的名字。沈楚心将我踹下马车，只留下一句送话，去求皇上收回成命，否则新婚当天我定叫你沦落为全京城的笑柄。马车扬长而去，文从连忙将我扶起，气得脸上煞白。沈将军太过分，公子当年为了救他，身体落下寒疾，他居然这么对公子，他会遭报应的。我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早就习惯，不与他一般见识，8日后就是婚期，别因为他一个生人影响了心情。可以前沈将军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沈楚心曾因我重病跑死了3匹烈马，去谷中求药，曾向我允诺，要我等他功成名就，一定找圣上赐婚，风风光光嫁给我。我因他这句承诺，在他出事那天不顾危险骑上马找他，却在大婚当天听他说，宋怀那些话不过是年轻时的玩笑，你太较真，你不如季玄一半优秀，根本比不上他，我只把你当哥哥，即便你非要娶我，我也绝不会爱你。备婚这8天，我登门云衣坊，挑了个上好的红色布料，打算找绣娘缝制嫁衣。小二滔滔不绝，将布料夸上了天，全京城就只剩下这半匹了。公子好眼光。我捧着那匹布料，想着大婚之日段瑶穿上一定很美，不知道段瑶看了会不会喜欢。好，我要了。我买下布料，沈楚心领着谢季玄进门，看到我手底下那抹红色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宋怀，你还敢说你没痴心要娶我？连婚服你都在备了。我眉头微蹙，沈楚心，你别自作多情，我从未说我要娶你，自作多情。他径直抓住那布料，这红布是怎么回事？你都准备给我婚服，还有脸说我自作多情？你可真又当又立，厚颜无耻。谢季玄也瞬间有些尴尬。楚心，既然你都要与宋御医成婚，那谢某便不打扰你了。他转身离开季玄，下一秒沈楚心拿起剪刀将我的布料剪碎。我要你痴心妄想，我要你异想天开，你干什么？我脸色煞白，竭力阻止。这是我要赠与段瑶的婚服，全京城仅有半匹，沈楚心却把它剪成了碎块，狠狠丢在地上，用脚碾着。我想要扑救，却被他重重挥开。宋怀，娶我可以，但我告诉你，你未来只会是这个下场，在我眼里，你连刷公桶的小厮都不如。说罢，他急着追逐谢季玄而去。我看着地上那早已经碎成一片片的布料，眉头紧皱。外面议论纷纷，果真外界传言没错，宋怀对沈将军死缠烂打，分明沈将军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，要不怎么说他脸皮够厚呢？为了能和沈将军喜结连理，他甚至自甘下贱去战场当面手。一个男人连个风骨都没有，真叫人不齿。可笑沈大将军是他一个太医院大夫能消想的吗？我呸！4回到家中，我将自己关在房里足足3日，外界的风言风语越传越离谱。我知道是沈楚心手笔，只当听不见。文从知道，担心刺激我，直咬牙的骂沈楚心狼心狗肺。如果不是公子救他，他早没命了。我扯了扯唇角，知道是我自愿的。他确实没求我救他，可文从说不下去了，抹着眼泪，直到护卫送来木盒。我打开发现是个做工精致的发冠，是小姐亲手织的。他得知宋御医请旨的事，很开心，一定要做出来送你。
看着那精湛的手艺，我竟一时愣住。这手艺一时半刻做不出来，做了多久？他身体可还好？护卫忽视我的上一句话，径直回答：小姐心情好，身体自然也不会差。我明了，麻烦替我谢谢小姐说配饰我很喜欢。我亲自梳在发上，文从喜笑颜开，夸着真好看，来了精神也想要织一份礼物回送段瑶。思来想去，我取出皇上赏赐的上等好玉，不眠不休花了4日雕出刻有杏花的玉簪。看着手上的玉簪，我愈发满意，叫来仆人送去尚书小姐那里。仆人小心翼翼接下，出走半个时辰，突然匆匆赶回：不好了，公子，玉簪他被沈将军抢走了。我还未开口，文从先冲出房外：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仆人跪在地上，我也没想到路上会碰到沈将军，他认出我是陆府的仆人，把玉簪抢走了，还说这个玉簪反正是公子给他的，他自己拿走，省得跑一趟了。瞬间我头晕目眩，沈楚心将玉簪取走了。文从还在责怪仆人，我心已然乱成一团。那是我要送给段瑶的，不想出任何差错。我匆匆上了马车，赶到沈府。沈府下人看到是我，无一不翻着白眼。可我没心思管，闯入前院。沈楚心与谢继玄正在一起，而我一手一手精心雕刻出的玉簪，正被谢继玄当笔在石墨上刻字。谢继玄一边刻字还一边笑：楚心，你觉得这字刻得如何？看着不眠不休雕出的玉簪，瞬间被磨得不成形状。我脸色不好看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，血气上涌，我喉咙一阵刺痛，双目猩红的冲上前。沈楚心，谁允许拿我的东西？看到是我，沈楚心满脸笑意退散，皱眉看着我，仿佛我在无理取闹。反应这么大，做什么？这玉簪不就是你准备给我的？正好季玄喜欢我，就拿来让他玩了，不然你以为我稀罕要你的东西？他字字句句好似他拿走玉簪是我的殊荣，我却觉得无比恶心。沈楚心，谁说这玉簪是给你的？这玉簪刻你的名字了吗？谁又允许你随意将它送给别人？马上还给我！他纵容谢继玄拿玉簪在石墨乱磨，还有脸理直气壮。够了，宋怀，你还想装模作样到几时？沈楚心眉头紧皱，根本不屑一顾。这刻有杏花的玉簪显然是要赠予女人，全京城你除了送我还能送给谁？不过你不必多费心思了，你送的东西再金贵，在我眼里也只是一滩烂泥，我不会多看一眼。我血液翻涌，从未想过沈楚心这般厚颜无耻。光是这玉簪刻的不就是他的名字？他凭什么认定是他的？算了，楚心。在沈楚心身后的谢继玄忽然开口：宋玉一可能不喜欢我，我把玉簪还回去就是。说着，谢继玄抬手想要将玉簪交给丫鬟给我，却在放到那个丫鬟手上前失手摔落在地上，瞬间玉簪4分5裂。我脸色刷白，五脏六腑的血液都在沸腾。谢继玄却一脸无辜地说：对不起啊，宋玉一，我手上有伤，使不上力，不小心摔碎了。沈楚心不以为意：摔碎了再雕个新的不就得了？反正他时间那么多，再雕一次也没关系。他语气里的不屑一顾，好似在他眼里我的时间都不是时间。我看着一地的碎片，心里痛彻心扉。沈楚心，我喃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救你。此话一出，沈楚心忽然愣住了，旋即漂亮的脸上翻涌着情绪，像是恼羞成怒。宋怀，你再说一遍。他似乎不可思议我会开这样的口，毕竟我爱他爱到疯了，如果我不救他，他就会死。而那么爱他的我，怎么敢说出这种话？宋怀马上把这句话收回去，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他一字一句，好似不原谅我是多大的惩罚。我只想笑，你原不原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沈楚心脸色发青，最终恶狠狠地瞪向我，扭身离去。谢继玄要跟上去走了2步，却又停下，挑衅地看着我。宋玉一，无论如何，我还要多谢你救下楚心。当时我被敌军俘虏，楚心听到这一消息太过悲痛，中了计谋。要不是你不顾危险救他，楚心也不会好起来。他好后立即率兵救我，还说意识到了我有多重要。如今我和楚心能这么好，全都要谢谢你啊！我定在原地。想到沈楚心醒来第一件事便是要率兵出征，我告知他身体还没好转，不可强求他，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功名。而取得功名的第一件事，原来只是要嫁谢继玄。在沈楚心眼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很快到大婚当天，文从算好了聘礼，兴高采烈地和我说段小姐来的消息，说她已然在等着宋玉一上门娶她。我一身喜服，只身上马。段瑶的尚书府在北市，必然要路过沈楚心的将军府。记得上一世沈楚心为了羞辱我，不仅封了正门，只许我从侧门狗洞进，还连婚服都不穿，让我成为了全京城的笑柄。这时我认为亦是如此，却在路过将军府时愣在原地。只见将军府挂满了红绸，显然是办喜事的样子，而沈楚心一身喜服站在门前，显然等待许久。见我出现，他不可置否：宋怀，你还嘴硬说你不是要娶我，不还是带着婚教来了？我看你准备了10礼聘礼，分明是早就打算娶我。我一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沈楚心还不知皇上下发了旨意。因段瑶重病，我刻意行事低调，并不声张，却不料被沈楚心误会了。我皱起眉头，文从轻声问我怎么办。我目不斜视，继续走。大队浩浩荡荡要继续上路，沈楚心反应过来，猛地上前拦住了烈马。宋怀，你干什么？他脸色难看，似乎想到什么，表情有些复杂。我知道了，你想从侧门进，但今日不必了。以前是我置气才会那么说，今天既然我决心要嫁你，就不会让你受到不公。他吩咐下人将这些聘礼都抬进去。看着那些下人纷纷要卸下箱子，文从很激动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沈楚心一脸无奈，宋怀叫你的仆人小点声，何必那么激动？我愿意嫁你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别声张到所有人都听到了。我反应过来，沈楚心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早说了我的婚事与你无关，我要娶的也不是你。谁知沈楚心却笑了，宋怀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装有什么意思？你不娶我还能娶谁？除了我还有谁会嫁你？他目光落在我这身喜服上，勾唇道，这些天你连新的喜服都备好了，
显然是对这场婚事期待已久，还不快点下马来接我，不然等我反悔，你哭都来不及。他挡在我面前，示意我下马接他。我脸色冰冷让开，沈楚星别耽误我的良辰吉日。既然知道良辰要被耽误了，还不从马上下来，难道还要我亲自上婚轿不成？就在他决心妥协，要亲自掀开帘子上婚轿时，沈老爷子突然赶来，混账，赶紧给我住手，别耽误了宋公子与尚书小姐的婚事。第二章七刹那间，沈楚星僵在原地如遭雷击。父亲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和尚书小姐的婚事？宋怀不是向皇上求婚于我吗？沈楚星脸色僵硬，旋即全盘否认这个可能。父亲，你应该回去了，我跟宋怀还要去拜堂，等3天后我们回门给您敬酒。在他眼里，我跟段瑶根本没有可能。先不说我和段瑶联系不深，向来自信的他也认定，哪怕他做了再多错事，我也不可能不要他去选择病殃殃的段瑶。说到这，他毫不犹豫要上婚轿胡闹。沈老爷子掌风狠狠刮在沈楚星脸上，皇上下旨，你几条命敢抗旨，还不松手？听到皇上下旨，沈楚星脸色煞白，什么意思？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宋怀，你没有选我。听到他颤抖的声音，我只觉得荒唐，为什么选你？我面无表情，是你说的，你心里只有谢继选，还将我踹下马车，叫我去求皇上收回成命，这样对我的你，我为什么会选？沈楚星哑然失声，因为我字字句句都是事实，只是他认定我不会放弃他，所以在得知我早已选择他人，一时之间无法接受，无数情绪冲击的他的脸色煞白，等反应过来，他像是疯了似的，不顾沈老爷子的阻拦，要去上婚轿。就凭你是我的，宋怀，你说过你要娶我，为什么要反悔？你与我定了亲，你就是我的夫君，这个婚轿是我的，我一人的。我匆匆下马，想要阻止沈楚星进去，我给不了段瑶全新的自己，只想这段婚姻不委屈他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传来冷喝：“沈将军够了！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掩饰不住诧异，一抬头，段瑶果真出现了，因为一身嫁衣，哪怕脸色苍白，也衬出了一些血色。他被人扶下轿子，即便身子孱弱，面对沈楚星的气势，也丝毫不落下风，反而多了几分端庄优雅。沈将军，你这是要当街抗旨吗？抗旨二字令沈楚星失了血色，他再有几条命也担不起这个罪责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段瑶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与他相视一笑，手指相牵，沈楚星的眼熬红了。段瑶漫不经意扫过他身上的喜服，沈将军是阿怀的朋友，我本打算请沈将军到府上喝杯喜酒，不曾想今日原来也是沈将军的成婚之日。沈楚星脸色难堪，他比谁都清楚这场婚宴是办给谁的。一瞬间，他想到了云一方那天，我无数次说这场婚事与他无关，可他根本不信，还将婚服布料剪碎踩在地上。他唇瓣颤抖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我却毫不在意，只关心段瑶的身子冷不冷。我们回去吧，我将段瑶带入府，府里下人全都喜笑颜开。这里常年萧条段瑶的存在，让府邸都多了些生气。我们按照流程拜堂成亲，进了卧房，就在我准备挑起红盖头的时候，段瑶按住了我的手，只声音晦涩：“阿怀娶了我，你这辈子可能都要照顾我这个药罐子了。”想着女人上一世一遇而终，我语气坚定：“段瑶，既然我选择了你，就说明我愿意和你一辈子，照顾你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”说着，我掀开她的盖头，俯身吻住她。我选择了你，我就不会后悔久。不久后，段瑶闺中密友送来请帖，说孩子周岁宴一定要我们前去一聚，推辞不掉我们登门拜访。却在进门时撞见一道身影，我没想到沈楚星也在。他看到我与段瑶并骑在一起，脸色猛地发白，掌心紧紧握着，似是不可思议。我只装作看不到他这般炽热的眼神，送上贺礼。对方喜笑颜开。宋玉一见外了，凭我们与段瑶的关系，哪需要送此贺礼？但对方还是很高兴，招呼我们入座。宴会期间，沈楚星一杯一杯灌着自己酒，旁人注意到，禁不住调侃：“沈将军这是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”沈楚星放下酒杯，通红的眼望了我一瞬，偏过脸去，无事口渴罢了。大家心知肚明，挑开话题，有人将话头转到我身上。我记得宋玉一与尚书小姐牵连不深，怎么会想要皇上赐婚？我回应说，合适的人只需一眼便能托付终身。砰！沈楚星径直打碎了杯盏，双目皆红。我只当听不见，直到段瑶被好友叫。我百无聊赖听着琴曲，一个婢女捧着徘徊花过来，置办场地，却脚下一滑，将徘徊花摔在我身上，来不及捂住鼻息，喉咙已然作痛，喘不上气来。猛然间，我看到沈楚星迫切赶来，紧紧将我抱住。宋怀，我在这里。我说不出话来，他连忙将我扶起。有人拦住沈将军，于理不合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怎能公然带走有妇之夫？滚开！沈楚星呵斥，不顾众人议论，将我带出府。在大夫的医治下，我的不适终于减轻。等清醒来，第一件事便是推开沈楚星。沈楚星，我脸色清白，我是段瑶的夫君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带我出府，想没想过我的名声？沈楚星眼神闪过失落，旋即却充满倔强，仿佛这件事他还会选择再做1000次10000次。我只要你活着，你的命重要还是名声重要，我分得清。段瑶若是介意，大可以跟你和离。等你娶我后，那些闲言碎语之人，我自然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他那么直白迫切，只让我满身寒意。因照顾他，我被冠上小人的名声，说我用下作手段逼迫沈将军，整个京城传得沸沸扬扬，让高门贵女离我远远的。他当时不仅对我嗤之以鼻，还骂我罪有应得。可等到我娶妻，他又大言不惭说他想嫁给我。沈楚星，你真让我恶心。沈楚星闻言，身体僵在原地。片刻，他唇瓣颤抖，又质问我：那你要我怎么办？究竟我怎样，你才会回到我身边？不会了，沈楚星，你做再多事，我也不会回到你身边，因为我恨透了你，只恨不得这辈子跟你再无联系。这不可能。他身体一点点的颤抖，极力否认我的话语。我知道你只是跟我置气，才故意嫁给那个病秧子。等你气够了，就还会回到我身边。我闭紧双眼，
沈楚心，你醉了，在我眼里，他无意在发酒疯，否则他怎么会觉得我还会回到他身边？回到那样地狱的生活里去时，段瑶赶来，见我安然无恙，脸色才有所缓和。他像是看不见我身旁的沈楚心，抱住我的腰，问我好些了没有。我抚了抚他的背。段瑶，我们回家。不顾沈楚心炽热的视线，我和段瑶离开。回到府上，段瑶仍担心我的身体状况，时时刻刻伴在我身侧。只是关于周岁宴上的事，他一句都没有过问。我一直在等等他来问我，只是段瑶都要走了，询问仍然不见脱口。我忍耐不住，扯过他一把，揽在怀里。段瑶，你为何不问我？段瑶眉眼仍然温柔，问你什么？你身体还没好全？不是，我如鲠在喉。为什么不问我和沈楚心发生了什么？他可以质问，他有这个资格。毕竟我当着众人面被沈楚心带走，也有损了他的声誉。可他什么都不问，反倒让我的心跌入谷底。难道段瑶对我失望透顶，已经不在乎了？谁知他美眸掠过，愣怔片刻，压下我的手。时辰不早了，休息吧。最终他什么都没问，只是默默与我分了房。我理解段瑶心中有刺，并不怪他。沈楚心的所作所为，明显是要折我清誉。身为夫人，段瑶会介意是情理之中。只是我偶尔想，段瑶要获离我，断不会拒绝。我没那么不知耻，硬是要留在这里才行。大概会离开京城辞官，去做个闲散人士。又一日，我与段瑶用膳，下人匆匆赶来，瞧见段瑶在，反而不知所措了。我抿了口茶水，什么事直说就好，怎么吞吞吐吐了？下人一咬牙，沈将军在门外候着，他说不见到公子，他不会走的。我茶水洒了一地，刚反应过来，想要用帕子擦干净。段瑶叫来奴婢收拾，只对我轻声道：“去吧。”我看着他眼里无波无澜，忽地意识到，不说清楚，沈楚心会变本加厉来打搅段瑶的安宁。我缓缓起身，出了府门。沈楚心在外面手抚摸着马匹，不过才几日未见他眼底浓烈的乌青，像是没休息好。见我愿意出来，他掩饰不住激动，走上前来。宋怀，我后退一步，沈将军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听我如此疏离的叫他，他忽地冷静了下来，苦笑着将包裹递来。宋怀，这是我去幽谷找神医求来的。每每你碰到徘徊花，就会起荨麻疹，严重时还会危及性命。以后有了他，可保你安然无恙。幽谷离京城100里，他能3日来回，显然几乎没合眼。他期待着我能有回应，而我脸色都不曾变过。沈将军请回吧，这些我不需要。你怎会不需要？沈楚心激动不已，胸口都带着颤意。上次周岁宴你险些出事，你忘了吗？我讥讽道。怎么会忘那日？沈将军仗着我还在病中，在周岁宴强行将我带走。如今外界都传我还是你面首，沈将军满意了？沈楚心脸色发白，硬着头皮。是谁？本将军要把他的舌头拔了。你拔得了舌头，挡得住流言蜚语吗？你都做了那些事，还怕别人议论？我字字冷漠，沈楚心眼睛瞬间红了。你不是宋怀，宋怀他不会待我如此心狠。你将我的宋怀还回来。你的宋怀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以前的宋怀确实满心满眼都是沈楚心，可沈楚心又做了什么？他将那样的宋怀溺死在陈塘里，到死宋怀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。倘若没有这次重生，他该是多苦啊！抛下失去性命的风险，只为了救心爱之人，受尽了冷嘲热讽，却在大婚当日被心上人折辱。沈楚心，你是病疯了？你不是爱慕谢继玄要嫁给他吗？来纠缠我做什么？你去幽谷应该让神医给你也治病。我拿话刺他这一次。沈楚心沉默了，沉默之后，他声音晦涩：宋怀，无论你信不信，我似乎重活了一次。上一世我嫁给了你，我才是你的夫人，可是我却辜负了你的感情，伤害了你。直到本死去的季玄活着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死，只是假死来试探我。是我误会了你。在那之后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懊悔之中，希望能再见你一面。就这样，我到了我们大婚的时候。可这一次，你为什么不再选我了？看着沈楚心猩红的双眼，有迷茫，有痛苦，我才明白大婚那天他为什么会愿意嫁给我。原来是他也重生了，只是当时的他认定我会娶她，而殊不知我也重生了。这一次我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。沈楚心，你看你是真的病了，连胡话都说得出来。我反应过来，言语冷冽，昔日做的错事，你用一句重生就以为可以轻飘飘接过吗？我始终记得你将我踹下马车，你剪碎了我的婚衣，将我雕刻的玉簪丢在地上，任由旁人毁坏。这些事之后，你还想要我原谅你，这才是痴心妄想。沈楚心脸上血色尽是12。我径直进了院子，叫下人关上门。等到了大堂，段瑶却不见了。下人怯生生地说段瑶在书房。我看着书房的方向，本以为段瑶会的我会担心，看来在他心里我已然无关紧要。我回到房里收拾着包裹，刚提出去，忽地听到女人急促的声音：你要去哪？段瑶手扶着门槛，咳嗽声不断，她呛得脸上通红，仍然直直望向我，望向我左手的包裹。你要走了？跟他走了？我本想解释，转了转眼珠子，别过脸说：你不都与我分房了，还在乎我要去哪吗？我去任何地方都可以，只要不碍了你的眼。段瑶本就透白的脸又多了一寸白意，半晌她挤出话语：我何曾说过你碍我的眼？既然不碍你的眼，那你为何与我分房？我抓住画柄，步步紧逼你，为何要躲着我？为何要我与沈楚心碰面？那天周岁宴为何都不过问？一句我和沈楚心发生了什么？我字字句句问得他哑口无言。就当我以为他不会回答，却在转身时听见他一声叹息：阿怀，你叫我如何问？凭我这副身体，你肯愿意娶我，我已经心满意足，还有什么权利过问你的事？我一直知道你只是为了逃避沈楚心才娶我，我也清楚迟早有一天你会走，我只是期望这天可以来得迟一点。他声音发酸，轻得好似被风一吹就会听不见。我却震惊万分，那你跟我分房睡是为了什么？段瑶难以启齿，宋怀，我爱你，可我不想看见你不爱我的眼神。他不必再往下说。我吻住他，他气喘之余眼里藏着期望，不走了。笨，我笑他这包裹是文从的，他回去见亲人，我托人送给他罢了。段瑶昏昏沉沉，被我推上榻，
他身子孱弱，拉下帘子时，我多于心不忍。你的身体我会调理好的，我们还要过很长很久。13之后，我小心翼翼搂着他，问他为何会喜欢我。他哑声说：12岁那年，我摔在雪里，所有人都笑我，唯独你没有12岁。原来12岁段瑶就生了感情。上一世他独自一人熬了10年，最后抑郁而终。但这一世他不再是孤身一人。半年后，段瑶开始食欲不振，我给她号脉，才发现怀孕了半月有余。我得知高兴又忧愁，段瑶身体不好，我舍不得她受苦，她却满眼星星璀璨，牵着我的手压在自己的腹部。阿怀，我怀孕了我们的孩子。很快，皇上也知道了这件事，宣我入宫领赏。入宫当天，我撞上了一身戎装的沈楚兴，他也得到了段瑶的消息，双眸死死盯着看着我的脸，隐隐有痛息划过。宋怀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？你真的让段瑶怀了孩子？我看他像看个傻子。夫妻之间怀孕天经地义，何来真不真？我只当他疯了，绕身离开。他猛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口口哽咽，连最后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吗？宋怀，你好狠的心！这半年来，我感觉心也跟你死了一次了。我抽回自己的手，面色冷淡。沈将军分明还好端端活着，快了！沈楚兴苦笑。我要率兵出征了，这一次平反，凶多吉少，你能为我践行吗？我回头，他双眼通红，还期望着些什么？只有我知道，冷漠是最好的应答，这才对上一世的宋怀公平，对段瑶也公平。我转身离开，只在入殿时，看到沈楚兴那抹身影还立在雪中。进殿之际，掌心忽然刺痛，我猛然意识到，这或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果不其然，半年过后，我在府中听到沈楚兴战死沙场的消息。听人说他彻夜不眠，制定战术，奋勇杀敌。虽战事大捷，人也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当他遗体被运回时，全京城的人吊唁。段瑶问我要不要去见一面，明日就火化，如果犹豫，或许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替他主要只在合上盖子时轻轻摇头。我与沈将军连朋友都算不上去了，也不知说什么。他也不缺去送他最后一程的人。隔天，谢继玄撞死在沈楚兴的棺材上，皇上给了谢继玄封号，命人将他与沈楚兴葬在一起。死前没能走到一起，死后做对夫妻，善始善终。而我与段瑶的孩子也很快出生，他小脸粉嫩嫩的声音却格外嘹亮，绕氏段瑶都被他吓了一跳。看着这样精神饱满的小丫头，段瑶眉眼都多了几分月色，有些像你，她吃饱了便睡醒了，便哭着嚷着要吃，这般可爱，我反而觉得这分明和段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段瑶不与我争，只在孩子睡后坐在我怀里，一脸真挚。宋怀能和你在一起是我毕生所幸。我与他相视一笑，我也是。